从哪边骑过来？阿里山神木村。哦。 哇，10喷下去哎！全新的900 GS， 先抬起来，先抬起来。别人打就注重安全，Honda注重可靠性。KTM 啊？色香味俱全啊！高粱，好辣！我们放个车。来，马上车肉。锅得可以是吧？好哦，那我买2包，那个都要加热。我就说它改版后竟然要加热，让我有点困惑。要吗？原味我们都能放了，还好。 13，差不多。对，不是要各一罐吗？对不对？那都可以吗？知道吗？我可以喝啊，真假的？我可以喝啊，超量我可以。那么猛其实我还比较会喝啤酒，我反而喝啤酒会很想睡觉。靴子要穿吗？没有啊。好，插进去。加量。就是加地方夹。可以，我勾走。大家好，我是克里斯，今天又来吃香肠啦。第13届香肠杯再一次采取野营探险的模式，这一届的行程可以说是相当的紧凑充实，我也竭尽所能完整的记录下这一场2025年的首场冒险。在这全新的一年，我也简略跟大家温习一下香肠杯精神。首先呢，香肠杯是在与 ADV 越野同好们同流合污，一起0到6鸟吃香肠。然后每次的路线都在行前保持不公开，而且每届的路线也采取不重复路线为原则，就是为了营造冒险的未知神秘感。一般来说，香肠杯以当日攻克越野路线为主，但逢凉爽的季节才会评估加码野营环节。所以不想错过任何香肠杯玩法的朋友们，务必尽快留言加入我们。要知道，香肠这种东西，早吃早享受，晚吃人消瘦。至于其他有关香肠杯精神的部分，且在接下来的影片实际中为您一一展现。大家好，很高兴大家来参加我们香肠杯第13届。这次有邀请我们那个英国部落大哥要来跟我们一起1比1猪。对，这次那个阿辉要准备1比1猪让我们享用。还有龙眼木，还有很多，我觉得目前冰箱里面都是五花肉。待会我们就整装出发到东埔的那个市区里面去泡汤，然后泡汤也要先洗澡，因为晚上我们停的地方是没有任何的水，没有任何的电，也没有厕所，所以大家务必在待会的地方那个就是先把自己的身体都调理好。这次郑和园是那个大高帮我们安排的啦，谢谢大高啦。我预计4点半。就开始要出发到神秘的地方，但是不能讲，我还是要保留啦。到神秘的地方，然后开始寻找适合的野营地方。那边地方我大概2年没有去了，因为这边太远了，没办法来场勘啦。所以我目前看到的是已经有人骑街车上去了，所以如果是2颗星啦，但是多难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都是冒险车，都笨小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保持着冒险的精神，然后去攻克这一条少有人知道的吧的一条林道这样子。反正到时候就知道了，好不好？那我们就期待第13届香肠杯给你们的震撼的美食飨宴 ，Go！ 感谢阿芝的诚心分享，第13届就此正式启程。大队往南投县东南部仁爱乡徐移动。由于仁爱乡全境处于中央山脉与玉山山脉之上，所以地势陡峭险峻，就算行驶在公路上，也能欣赏得到壮丽绵延的山景，可谓是台湾机车旅行邂逅浪漫必访的公路之一。本届第一个行程就是前往由常友大高所推荐的真和园温泉小木屋泡几点暖暖身。温泉地点旁的地标相当的醒目，以布农族射日传说为设计主轴的日月双桥，分别代表阳的东埔日桥以及代表阴的东埔月桥 ，A.K.A. 东埔日月双桥。两桥阴阳调和，还可瞭望玉山北峰，算是别具意义的浪漫，相当合适作为第13届香肠杯的起始大门。
泡汤的环境整洁干净，也非常的通风。有冷、热、超热3大池任君选泡，实在感恩大高的诚心推荐。顺带一提，泡温泉可以镇静身心，这对即将到来的香汤杯未知 off-road 行程相当的重要，算是一种压抑恐惧感的麻醉药。慢慢来，慢慢来。香汤杯常说遛鸟吃香肠，但真不像此刻这画面所呈现的样貌。我们说的鸟是 ADV 的别称，鸟兽的意思。在此郑重的以正视听 ，ADV 玩越野是很冷门，但香汤杯绝不会邪门。大队抱持着敬畏之心，来到了每逢台风都有很高几率会列入高危险区域的神木村。由于这里溪谷落差大，上游也曾被地震造成结构性的破坏，所以每遇大雨就会造成无法预知的灾害。这些年来，人口外迁与撤村政策，使到神木村散发出一种沧桑的孤寂。这样不能吗？很冷啊。OK， 不好意思，打扰了，谢谢。刚都没有，刚有去到当地了，问一下。对，刚那边确实也比较好，因为那边有生活痕迹。哦，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与当地居民沟通了解之后，最终有2个地点可作为扎营的选项。为了尽可能满足各位常友，所以采取最民主的投票方式，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服侍少数，让常友间的情愫绝对不会错付。挑战3分钟搭帐篷。2D 的帐篷。喂，速速。Cool。我看多少分钟？8分钟34秒。哦，是行军床加帐篷的概念吗？机床加帐，现在很流行因为它包装小，然后又可以免搭很多东西。比如说那边在喝酒，这边在喝酒。哦。结实的相对剥夺感，这种冰探索。因为毕竟这次有带小朋友来，看懂的。哦，好啊，因为大家来体验一下这个很有名的古林道。这个林道在400年来一直被载着大量的樟树到国外去卖，也被称为叫做樟树台积电，带来台湾很大的收益，都是因为这一片山林产了很多樟树，然后大量的被砍伐，然后送到国外去。这都是300-400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只剩下1根在里面，全世界认证最老最高的樟树公，期待明天的樟树公之行。明天凌晨12点01分嘛。我记得。阿辉的1比例猪，阿辉因为那个礼拜天还要上班，他没有办法来，那你直接丢掉了。他就用1比6代替他人来倒这样子。还有龙眼木。我刚玩 ADV 玩
1、2年，ADV 390 KTM 哦，峰值一枚。那骑起来怎么样？骑起来没有对手。那这里很多 BMW 的 KTM 只有一台，你可以得罪。哎，有，对，哦，两台，你得罪没关系。谢谢大家，谢谢。耶，不回答就是最好回答。好，我骑 KTM 390 ADV，又是390 ADV。然后我大概骑2年左右，对，那就是我旁边这一位推坑的，现在是有推坑手啦，对，骑的还蛮开心的，那很高兴认识大家。所以你第一台也是390吗？你第一台车是？哎呦，第一台就390哎，厉害。中线多少钱吗？那你知道你的母公司差点倒掉吗？奶油不提提大红刚有 PO 98000哦，啊，98000，二手价在98000。310也差不多，310。上个礼拜刚修完锁头，因为我龙头一右打就会直接断电啊，还好料有回来，不然我现在不会在这。好，往右打底断电。哎，那我跟你讲，我知道，你下次往左打到底，看它引擎会不会发动。嗨，我是申先生。又是390 ADV。对，真的吗？对，连上了。哎，介绍身高、体重、职业跟喜欢的姿势。择偶条件让女生就可以。也是390吗？哎，不是，啊，不是，哎，终于啊，终于终于一个正常人了。 ADV 玩1年，跳楼。在路上被击落了，哦，被击落，被动击落。对呀。后来就换900 GS。通常660玩就换1300，一整位换900。现在太大台了，哦，太大台而且毕竟还年轻，想要多挑战一下多玩一点冒险的路线对，啊，就例如明天。哎，我不知道明天是什么啦。哎，最近刚认识小白哥，哦，最近哎，相见恨晚呐，各位。前辈呢？小白哥带你去哪里跑？没有，那你还没认识他。好，就期待明天900们的表现了。 Q 哥听说一刚入坑就直接攻顶 Level 3了。 Level 3对， ，Level 3就去泰国。泰国啊，对啊，泰国动手术嘛。第一次参加香肠杯，那非常开心。那希望下一次还可以跟上没有活动。他的意思是说，希望明天车不要坏掉，下次还可以来参加。入坑是因为跨了别人的车子，然后我会玩土，原因是因为克里斯。喂，克里斯默默的就推坑了一个 Level 3的因为影片你是始作俑者啊，使用者，哎，哎呀，结果 Level 3的呢，我就要叫学长了呢，我已经。哎，没有错，我们这 level 2而已啊。要先讲哦，明天如果扑街的话，有很多那个咬人猫哦。咬人吗？有吗？咬人猫是什么？那个只要你手摸上去，脸摸上去，哦，这是第一次来香肠杯，好玩，因为之前全部时间都卡，我们还没开始玩呢，好玩了吗？只要可以出来就很好玩了。因为我平常都是自己一个人训练的呀。明天靠你带路了，明天。没问题，我专门带没有路的。哎，这个小三太料然3日了。快去看烤鹅鸡肉。这一晚有录音之人大哥做成了烧烤迎我会，真的是难能可贵。辉哥提供了顶级肉品，相信在场也只有达哥能进行升华处理。在此再度深深的感恩2位大达。这个油脂分布。这应该和牛吧？耶！明天就靠你照顾了，明天。对，明天到底要跑哪里啊？Nobody knows。看那个顶，只有个顶啊。哎，对，还有3块耶！天哪！因为阿辉他说他这一次他就说1都管够了。开动！今天吃的比我平常吃饭还好。星星哎，就是这个欧米伽3渗透下去。对。人我才那么多种啊，又过油，应该说最好用的是哪一款嘛？对，就是这一款，达哥款。这款就是我自己开发的爱的粉火台。是，真的吗？好，下面这个 logo 没有火，摩托车露营的粉火台，只有373克，收起来薄薄一件。
要起床喽。出发。那开始讲一下，我认为是很好走啦，你力气一定有啦，上面就碎石啊。不过我认为它已经被小发财碾得蛮扎实的。我们原则上就是那个第一次参加的，或是你觉得比较没有信心的，在前面；比较有经验的在后面，尽量保持的那个动力要顺畅，好不好？就是口诀而已啦。在入山的时候，大家都有蓝牙，但有些没有，对不对？所以大家只要记住一个喇叭声就好。当你真的有什么事情需要支援，就3长3短，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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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只要听到这个声音，大家就全部停下来，就找那个人。现在前面等就好了，那边比较硬。那可以，好来。有动力哦。要动力，要动力，这边不能舒适。3、2、1，好，啊，来 go。那路线往那，看那边，看那边，你不要看地板，看那边，看前面，慢下来就没办法了。来，1、2、3，我觉得可能需要帮忙一下。好，没事没事，好。哦 ，go！ 一开始的路段坡度虽然不大，但结构收场的石头群也极具挑战。于是，香汤杯最熟悉的风景再度出现，那便是一字排开的辅导长阵法。阿 Kira， 麻烦你一下，看着他，走，冲！不油，继续，不要怕。哇！我们辅助，我们就帮你拉。走。抬头。哇，这个帅！再补一点，好，不要下去，好，先抬起来，你是附水箱水漏而已啊，还好。应该是油啊，那个水太，没事。有关。先滑下去摆正。油门要多一点，有在爬坡。哦，虫虫。可以的话站起来骑。哇！救回来了！孺子可教也。对，这个应该是他第一次体验这种路线。就比这么多。终于轻轻松松到这里了啊 ！Give me five, yeah. 哇 ！Kill！ 哎，怎么了？哎 ，Jack！ 哇，喷下去哎，全新的900 GS。
往上拉啊！车走人还在。来，2、3。哦，前轮下去，前轮。车太厉害了，车主驾驭不了。好多大石头啊！恭喜大家，恭喜大家突破了神木泥道的大魔王关卡，后面就一路平坦了。哎，没错。这关键的。先跟大家总结一下前往神木樟木宫的路况，基本上就是一开始稍微带有坡度的路段，对 ADV 来说有些难度，主要是因为不少块头大的石头很容易干扰前轮的导向。所以维持稳定油门，保持前进动能，放松扶着龙头，掩盖要去的方向，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另外，这种密集颠簸的河床路，车子悬吊行程长短差异是最为明显。我想补充的是，只要你敢骑，任何车型都可以越野，但上不上车子，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合照，可以拖了，可以拖了。哇，文化历史的地方呢？因为以前台湾是一个樟树的出口国，400年来，然后在前面的大概是清朝那个时代，大量的出口樟树到世界各地去。那时候我们台湾的樟树产量就世界第一啊。后来因为砍伐到快没有了，只剩这一根，而且这一根还躲过88风灾。土石流，但以前没有这么多树的啦，没那么草啦，整个都坍方过来这样子，都被冲死。那时候我3年前来的时候，这边都被冲得很干净。感谢阿志的诚心分享。目前大家眼前所看到这棵神木是世界认证已知最高的樟树，高度46.4公尺，实际的树龄呈众说纷纭。但以观测值、回归式以及各路学者的推算，700岁算是较为准确的说法。顺带一提，传说绕了神木樟树宫一圈，诚心许下的愿望都会实现。第13届萤火香肠神木杯特别黑。真正的主菜在这里。这个支线，这个支线听说之前可以到阿里山直接。那之前可以到阿里山对，之前可以，之前。哦，那现在不行。88风灾的关系。草都要注意。要拉开距离，这边很滑，保持速度。我已经觉得有点滑，行机要关哦，行机。哇，好滑，没事，来。来，前面一点，对，有咬到就可以了，慢慢来，1、2，开始哦。放心，前面就比较平啊，前面就这段比较陡而已。1、2、3。这个 KTM 原厂胎我有领教过，在婆罗洲真的抓不住，山是用推的。哇，我的车子，对，我的车都是泥。
我们再重来一次。你看要不要用2档好了？然后你坐后面一点点。你用2档，然后坐后面一点，在后面一点。对，因为要有点抓地力。好，你对。然后你油门拉到大概4、5千转，再弹离合弹上去。到4、5千，好，上离合，上。再来，好，加油！好，停，休息。别拖拖哎，鲁特，拍摄者不救，我喊加油，加油！拍摄者不救，加油！可恶，要走回去了。就是你。寒冷冬季的第13届香肠杯也终于开始流汗了，绵绵不绝的喘气声也此起彼伏，历史总不断的在重演。2020首战也再一次体验到了班车比骑车还要累的道理。1、2、3。他是倒了，真的没料到这段古老林道的前段惨烈程度，不得已让大队一分为2。其一是留在原地休息的山口组，其二是继续往前探险的神风组。觉得好累，没想到还要回高雄。而我这次成为了越野蟑螂，准备骑着山口组地瓜的 CRF150混入神风组的行列。有，在后面了。天真如我，本以为骑着310已经能在林道为所欲为，但如今 CRF150才让我真正体验到何谓真正的为所欲为。越野车轻才是钢铁一般的硬道理呀！我就按呢非常 chill 的爽当个越野蟑螂，跟着神风小队屁颠缓缓攀爬了15分钟，来到了一个岔路口进行稍息。当初就是这边崩了啦，不然我可以再过去。这边吗？你猜。这是主线。路呢 ？Akira， 路呢？你说好的路呢？这个镜头就是越野的开始。车呢？车呢？神木林道中段成功！耶！刚刚明明有提到岔路口，所以完全不晓得我们在做 ending 几点的。哦，这里好刺激啊！这。来，我帮你扶左边，那边最有力。来，我帮你扶了，动它。慢慢来，要倒就往右边靠。哇！你的油箱要注意哦。好，小朋友们，我看一下，我很任性，放心。哦，哇，烂泥路。哦，大塔山，那个是大塔山呢。是怕怎样？太多人了，其中一个下去的话，我们没办法回去。表演回转。
等一下，石头。哇，小车就任性。哇！哎，你后面有悬崖，不要太退哦。哎，大家都回头了。各位都回头了，因为后面越来越危险了。刚才小白哥他说电车太多了，一个掉下去，今天就 GG 了。所以我们还是安全起见，直接原地掉头。下次啊，下次有机会骑小台来。不是骑900吗？第13届香港杯在掉头折返回营区这一刻，也算是告一段落。对我来说，我真的很享受香港杯带给我的冒险体验，因为真的无法预知将会发生什么样的趋势，以及看到什么样的绝色美景。再加上每届都不重复路线，这使得每一届的香港杯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团友们出发点都很单纯，就是6秒吃香肠，活动不收费，志在相互成长，一起攻克一道又一道的越野关卡。这就是老前辈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无论如何在越野中设身处地，你一定要去想到你的队友，因为你不能因为你自己很厉害，然后你就想队友说，也许他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越就有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不能少，所以我们保持这个信念来的话，当然是一起走是最好，当然我们还是要保障其他队友的安全，不离不弃，没错，不离不弃。感谢小白哥的诚心分享，也感激北中南各路常友在这2天的彼此照料，真的很开心大家都安全完成这一场神木村冒险。我是克里斯，今天影片就这样子啦。最后，我还是想补充一句：第14届香肠杯见。